本王还为这位何小姐朝秦暮楚，见异思迁。你倒学会恶人先告状了。我什么时候朝秦暮楚了？猜的。不知文先生还藏了多少惊喜，可不要叫人失望哦。今日这些不过都是开胃菜，择日才是文某真正的主场。灵州城的唱卖会由宿家主办，可谓别开生面，所唱之物皆不可多得，也不是有钱就能去的。若小小姐肯赏光，文某定为你留最佳的位子，届时保准你不负此行。时至今日，我才觉着灵州城是来对了。请。相爷，据先前灵州传回的消息，抵达灵州的唯有定北王和舒翰林两人。王妃在入城前便已打道回府，可这些时日，探子在返程的途中，始终都未寻到王妃的下落。定北王此番目的已达成，若他们还要揪着不放，宿家便只能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但若宿家亲自动手的话，只怕会连累了相爷。本相自有打算，可有玉帛中的下落？暂时还未查到。自他那日受伤逃遁后，便就此销声匿迹。下官会继续派人追查。未想到他竟是海幽门门主。当年是看他忠厚老实，才选他为宿家快婿。没想到宿家养他那么多年，许他荣华，反被他恩将仇报，倒打一耙。传话，传话！主子，新一批的货品已到，通知素尔荣，可着手举办本月的唱卖会了。这次的货，皆为上品。是。主子放出那些走私之物，原是想让大显官府有所察觉，追根溯源，查到宿家。可眼下那何小姐不请自来，也不知她是什么来路。这位小小姐绝不简单，不仅一眼就能看出脚鞋丑有问题，还能拿着簪子顺藤摸瓜，寻到福禄金楼。她来灵州，绝不是只为了吃喝玩乐，她并非官府之人，都能看出其中的端倪。更何况，现下定北王就在灵州。定北王本就是冲着宿家而来，若他此番能发现宿家走私的线索，定会彻查到底，绝不给他们留一丝余地。在灵州筹谋多年，步步为营，如今终于到了收网之际。大小姐，被褥换好了，是最好的吧？是。还有，吩咐厨房备一些酒菜，不要大鱼大肉，能下酒就行。是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
梦里温柔乡，谁能不销魂？我怎么觉着这床边好似缺了些什么？不若奴婢将姑爷送您的琉璃灯取来。你个贱婢，竟敢嘲讽我！大小姐饶命，奴婢只是一时说顺嘴，忘了改口。滚！是。回来，将琉璃灯取来，摆上。是。大小姐，丁少大人传回消息，舒翰林那边有动静。张怀玉始终未在上京露面。说他回京，应是定北王想要声东击西。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，虽拿了补税，但说不定还有后手。你加派人手盯紧些。张怀玉手里的东西，绝不能落入旁人手中。是。怎么会是王爷？不是苏老板说邀我一叙吗？想来是苏大小姐误会了本王对何小姐有意，故而有心撮合。苏老板误会王爷对我有意，那王爷的意思便是实则对我无意喽？本王并无此意。那是何意？也对，王爷自是对我无意，毕竟青羽姑娘一人，便能抵过万紫千红争春。青羽姑娘人呢？王爷怎的没带回来？莫不是要寻个良辰吉日，再去徽楼接人吧？何小姐真希望本王带她回来？自己想要，为何还推说我希望？我希不希望你心里没数吗？果然酒后的承诺都做不得数，什么要重新来过再追求一回，都是假的。听闻王府寂寞，王妃若是多个姐妹作伴也是好的，只可惜小女子不够贴心，不会伺候王爷，是我自己福薄，与王府无缘。好，本王这就命人将她接过来。何小姐为何打本王？本王还为这位何小姐朝秦暮楚，见异思迁，你倒学会恶人先告状了。我什么时候朝秦暮楚了？王爷，这可是在素府。就是在素府，才更要放肆。在这儿远方，不合适吧？我倒是想，可惜还有要事在身。阿玉还在等我，我去就回。还得辛苦王妃唱完这出戏。
我依然如何唱完这出戏啊？知道了，继续去盯着。温柔乡，黄泉路，财色二字，总有一道是你的催命符。现下几更天，阁下哪方客？一更天，北方客。言。送几封信是会要你们命吗？我要说多少遍你们才明白？我担心有人会担心我。不过是几封信，又不透露明晦出处，怕什么呀？你们一个个跟阿旭跟久了，也随了他一样死板。张世子生龙活虎，能说会道，看来还得多关几日，磨磨性子。阿旭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云姑娘伤势尚未大好，方才动手，可有影响？不过皮外之伤，我已无碍。舒二公子，往后无论遇到何种情形，都不许再以身犯险了。可我身为男子，自当护你周全。我善我，日常便该我护着你啊。云姑娘是否觉得舒某一无是处？此番出京，一路都是你救我、护我，我非但帮不上忙，还总成负累。哪有？人各有所长。舒二公子擅长的，云姨也不见得会。所谓各司其职，咱们俩就是要取长补短。云姑娘之意是，我们二人在一起，便是各取所长，相得益彰。那云姑娘觉得舒某有何长处？舒二公子脑子快，嘴皮子功夫也了得，这两点，反正虽我所长。恰，有女同车，颜若顺滑，将翱将降，佩玉琼居。若将来有一日，我能与她共挽路车，那我们的孩子应也是文武双全，智勇兼备。抱歉抱歉。小心！车子颠簸，舒二公子坐稳了。若是掉下去，怕是要伤筋动骨。千山万水与君同，唯盼路遥同心和。舒二公子，又不说人话。
下不为例。也无妨。我虽听不懂，但这文绉绉的词句听多了，也颇觉有趣。我是希望这条路能永远走下去。那怎么行？我们不累，马也该累了吧？掐！慢点吧，大侠、女侠，你们慢一点，我们走不动了。我们歇会儿吧，就歇会儿吧。大小姐，进。禀大小姐，舒翰连那边未发现张世子的行踪，他们只是去郊外兜了一圈，但我们的人被拿了。手下办事不力是你的失职，不堪重用者没有资格留在宿家。是，不过属下觉得有些古怪，即便舒翰连发现有人盯梢，也不至于兜那么大个圈子，还故意引得我们怀疑。不对。他们此举，莫非是为声东击西？都近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大小姐，人可在里头？禀大小姐，奴婢一直守在此处，未见他们踏出过半步。里头是否有动静？他们是否……奴婢听得可真切了。王爷，何小姐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恕罪。方才丫鬟叩门，见久无回应，因担心王爷安危，这才贸然闯入。何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这问题，苏老板何该问问自己？今日邀我过府一叙的，不是苏老板吗？可为何来的却是王爷？上回仙泉馆宴请2位，我却有事先行，属实未尽到地主之谊，故想着今日在府上好生招待2位，以示歉意。谁曾想，竟又有事把我给绊住，耽搁到现在才来。何小姐，是我招待不周，因你与王爷误会了。既是误会，解开便好。河寇谢王爷抬爱，只是河寇所求，乃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王爷既已有了王妃，便再给不了我独占一份的神器。你我2人，只能是有缘无分。望王爷恕罪。何小姐，何小姐确实性情中人，本王尊重你的决定。
河寇告辞。苏老板，今夜叨扰，改日我再登门一叙。苏大小姐，还有事？无事。王爷好生歇息。这是今日二位刚截获的，自上京而来。先是给苏尔荣的，务必原封不动还回去，免得京中起义。是。照信中内容所示，苏家是耐不住要动手了。如何？可有见到张世子？苏家已察觉你尚未回京，不论是彻查苏家，还是走私一案，我们得并行险招，尽快了事。以苏家的手段，若得知你真实身份，定会痛下杀手。眼下有上京商贩和吴老板为证，骆掌柜乃范司之源，应不会有错。但我觉得他只是降下爪牙，真正的背后主谋另有其人。苏家择日会举办一场唱卖会，其中玄机我尚未摸清。待我查明真相后，定能人赃并获，一锤定音。阿谭，我从未像现下这般不安过。真相遇见，危机愈甚。我担心你再继续查下去，会身陷险境。即使你不查，我也自有法子查明此案，为岳丈翻案平冤。苏家已然补齐税款，可夫君为何迟迟不走？夫君明知留在灵州城，苏家必会起义。可夫君为了朝廷，为了民家，又何曾生过退却之心？我只是不想你因此受累，有我在，何须你赴汤蹈火？愿只手不负这流年。你我是夫妻，本该同甘共苦。深海永相连，谱写最炽热的画卷。我们举手里的无论前路是明或暗，我都要陪你共同进退。因为命运的风景中有你影子，我愿化为你的翅，王爷，刻下我们的真挚，红线缠绕彼此幸福的样子。大小姐，奴婢方才所闻真不是如此啊！苏家的规矩你清楚，下去自行领罚。是，谢大小姐宽恕。苏大小姐，舒二公子，这是何意啊？舒某今日与云姑娘于城郊狩猎，无意之中遇到了这几位迷途之人，一问之下才知，原来竟是苏家的护卫。为免他们再度走失，舒某便顺道将他们送回府来。这些人原是奉我之命去保护舒二公子的安危。哦，想必是他们办事不力，让舒二公子费心了。
身手如此不济，自己都护不了，如何护他人周全？宿家护卫自该护宿家之人，王爷和舒二公子有自己人护着，不劳费心。告辞。大小姐，上京来信。定北王妃就在灵州城。补睡一觉，定北王却迟迟无动身之想，定是与此有关。先前江旭故意道出张怀玉已然返京，便是要我们放松警惕，不再追查张怀玉的下落，好让他们彼此能够接应。今日舒景然之举虽是幌子，但也因此可以确定，张怀玉定然没走，证据还在他手中。属下这就加派人手，在灵州12城仔细暗查。看来这个江旭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他此番就是打定了主意要彻查宿家，想让我们再无翻身之地。张怀玉得找，府里这位爷也再留不得。是，只是该如何行事，还请大小姐示下。阿耶虽送来了助力，但若能一招抽薪止沸，又何必大动干戈？你去灰楼找青羽，她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王爷请。下见过王爷。王贵人，您可来了，里面请。李员外、李夫人，还请入内禀明。文老板今日给您留了上好的雅座。张员外，您有日子没来了，今儿可得好好品茶，再多挑些尖货回去。好，难得来一趟，定要尽兴而归。好，老位置。好。李夫人，苏老板，上回送您的血燕吃着如何？还不错。若不够，尽管去我府上拿。苏老板有心了。冯少夫人，哎，苏老板，上回簪子之事实在是对不住，为表歉意，今日特给夫人安排在了前座。簪子一事与苏老板无关，我心里有数，还得多谢苏老板，每回唱麦都记着我，不仅让我开了眼界，还让我有银子可挣，多了提己傍身。那我就祝冯少夫人今日也能拍得心仪的宝物。借苏老板吉言。来见识见识也是好。大小姐，是吧？是。青羽那边如何了？大小姐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只待鱼儿上钩。你去那边盯着，今日必须得手，不能出半点差子。是。看今日这架势，一定是有备而来吧？是，我可是看上了不少宝贝了。这次来的可都是寻到了钱，这银水代购了呀，放心吧。来来来，小小姐这边请，里头看得更真切。小小姐请坐。
有幸前来，承蒙文先生举荐。若真错过此等场面，我怕是要抱憾终身了。小小姐客气了，一会儿3声锣响，唱卖会便正式开场。若小小姐有看中的，本某可替你唱价。说外头竞价实在激烈，我就去同苏老板说一声，让他留1、2件，应不成问题。多谢文先生的好意。若真的碰上喜欢的，我绝不犹豫。不过，唱卖会还得讲究公平二字，强人所难并非我意，得与不得，皆凭缘分便是。小小姐果真与众不同啊！此处乃文先生专座，我是听闻今日他要给一位特别的好友佳作，这才好奇过来一看，不想竟就是何小姐。王爷屈尊赴宴，下官荣幸之至。殷大人一直想寻机会做东宴请王爷，却又担心唐突有所冒犯，故寻了我祖局做请。幸而王爷抬爱，未驳了青羽的脸面。下官有些话憋在心里很久了，今日见了王爷，实是要一吐为快。世伯属积弊多年，沉疴宿疾难消啊。下官虽有一腔抱负，但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此番王爷能亲临坐镇，实是世伯属之救星，灵州之福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如今世伯属暂由下官代管，只要王爷发话，下官定然全力配合，破釜沉舟，革故鼎新。下官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。王爷，这是何意呀？这是征讨尔等罪行的奏章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若你们愿呈上肃家罪证，向朝廷表明忠心，便可安心留任世伯属。殷大人现下不过暂管世伯属，若你告发有功，那空出的世伯使之位，非你莫属。但若执迷不悟，藏奸包庇，那不出3日，这些奏章便会出现在御案之上。王爷说话虽直，却是好心，否则今日还来赴宴做什么？殷大人，王爷是看重您，想给您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都说首告者论功为大，几位大人得了加官进爵的先机，难道还要拱手他人？此事要紧，却也急不得，不如先着人上菜，咱们边吃边谈。来人，上菜。
是。贵客迎门，珍宝齐聚，花落谁家各显神通。诸位都是老客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即刻开唱。好。一字号唱卖品，智慧轮造鹿鼎纯金宝函一只。此宝函乃西归高僧隐川护持佛法时所用。隐川圆寂后，其舍利便供奉其中。宝函失踪近100年，最近终重见天日。底价黄金100两。这宝函再稀贵，顶多也就值个半价。苏家这般漫天喊价，里头定有古怪。隐川之物也就罢了，主要是存过舍利呀。大半年前，我入过一尊无量寿佛宝冠，才50两金。不过3个月后出手，直接翻了3番呀！那这宝函定也大有赚头。是啊，110两，120两，150两，200两，200两，400两。哇，400两，400两。明楚，他接了谕令，不在府内闭门思过，怎还来此啊？恭喜冯少夫人。2字号唱卖品，鎏金花鸟纹香囊一副。此香囊乃前朝若虚女官生前所用，由若虚女官亲手画图打样。底价黄金600两。林州果然是不负盛名，这每一件唱卖品都是价值不菲，世间罕有。怪不得这唱卖会的邀帖是一帖难求，令人趋之若鹜。这些人挤破脑袋，都为倒买倒卖谋利而来，但像小小姐这般懂得鉴赏的惜物爱物之人，文某至今所遇不过寥寥。文先生谬赞了，我不过就是对女儿家常用之物略有心得罢了。800两，800两，850两，850两，900两，900两，1000两，1000两。当真是多钱善谷，山外有山。1000两一唱，1500两。1500两，1500两一唱，1500两二唱，1500两3唱，成交！恭喜文先生。这文先生，这文先生如此货术。鎏金花鸟纹香囊，请文先生过目。小小姐不妨一观。此物并非走私而来，且方才唱卖的也都是货真价实的珍品，与走私毫不相干。难道是我想错了？巧夺天工，雅致大气，值得文先生一掷千金。这香囊确实精巧，只是未想文先生对焚香之物也有兴趣。它视为何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乃先朝若虚的遗物。小小姐，文某说的可对？是了，若虚极善制香，传闻其香甚至可以使人容颜永驻。只可惜他的制香秘方都已失传，唯剩下这些遗物，供人遥想追思。这香炉架子，非我大贤之物。今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且不说唱卖的件件都是孤品绝品，就连这物件的配饰，看着竟也价值不菲。
何小姐果真慧眼。原来唱卖真品是假，兜售走私之物才是这唱卖会的真正目的。好一出暗度陈仓，这走私之物比本要售卖的真品更价高一筹，难怪底价如此之高。奴婢秋月。当时我查清了赋税，便想去信与你商议下一步行事，谁知一名叫秋月的乐师找上了我，还告知了周保平死前曾留下了一份宿家行贿的官员名录。只是就在那晚，我们二人遭遇刺杀，然后我就一直憋屈在这儿了。名录何在？自然还没到我手上。那如何和他取得联络？我也不知。我既出事，他必也遭宿家追杀，不会轻易露面。不过，你来灵州城无人不知，他定会想方设法与你接近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还不赶紧下去！是。秋月姑娘，我不是。王爷，下官的身家性命、仕途经济，日后就全倚仗王爷了。苏家指使玉帛中操纵市舶署上下，多年来滥发海贸公平，擅自提高抽解，包庇贩私博商，桩桩件件，下官都有记录备份，用以自保。下官也一样，愿为王爷马首是瞻。下官这就回去整理证据，尽快交给王爷。下官先告退。青羽去送送几位大人。将近10年海贸公平的记档，还有抽解征税的暗账，以及那些博监处记录的博商汇金的账册，全部取来。小心些，不可野人主义啊！是。殷大人，青羽该提前尊称您一声市舶使大人了。良亲择木而栖，苏家已是强弩之末，也怪不得本官另择其主了。来日大人高升，可莫要忘了青羽今日的牵线之功啊！那青羽姑娘想本官如何报答你呀？
大人莫急，大人能得王爷青眼，前途定是无量。只是，青羽有些替大人担心。素家虽大厦将倾，可毕竟根基尚在。若素家知您背弃旧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素家的手段，大人可是知道的。什么背弃旧主？本官一向拿的是朝廷俸禄，中的是大显君王，与他素家何干啊？如此倒是青羽替您多虑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今日还要多谢青羽姑娘为本官指明前路啊！东家，我另外一家铺子有些事情，我要先过去一趟。文先生、何小姐，你们且尽兴，我先失陪了。苏老板去忙便是。大人，大师姐，属下在此地发现了秋月，就是跟周保平相好过的那个乐师。周保平当初偷盗证据后，便藏身于秋月处。他眼下出现在此，难道那份证据并未落在张怀玉手里？他今日来，定是想冒险，直接面见定北王。速去了结了他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敢问定北王，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本王不知。禀刺史大人，死的正是世伯署的殷大人，踏上这名女子只是昏迷，暂无性命之忧。这女子是灰楼的青羽姑娘，她来此赴宴前曾询过我，说定北王。他说，察觉定北王有意胁迫殷大人等官员与之合谋，意图诬陷素家，操控世伯署贪墨海贸经济。青羽还说，他觉着定北王性情暴虐，喜怒无常，怕殷大人等官员若相拒，便会遭其杀害，故特地前来告知于我。没想到，竟真出了事。听闻定北王入灵州之后，就一直针对素家，
却始终未寻到任何对苏家不利的证据啊！针对苏家，刺史大人可有证据？定北王乃圣上亲派，他行事如何，苏家岂敢有半分怨言？王爷，您在灵州这几日，你要什么做什么，我们苏家都是无有不依啊！王爷见无计可施，不甘无功而返，遂欲胁迫殷大人与他同谋陷害苏家。谁料殷大人赤胆忠心，不愿顺从，于是王爷便恼羞成怒，杀人泄愤。王爷可是如此啊？哼，无稽之谈。刺史大人，眼下人赃俱获，定北王私自斩杀朝廷重臣已是事实，还请刺史大人尽快上奏京中，禀明定北王之罪。已过2盏茶的功夫，小小姐的护卫还未折返，可否需要文某派人去瞧瞧？能将这畅卖会办得如此热火朝天，又井然有序，这骆掌柜确是位人才。不知这骆掌柜是文先生的人，还是苏老板的人？小小姐为何如此发问？吴老板的那批料子有何不妥？其实文先生一眼便能看穿。事后我也问过吴老板，他说您对此事定然是心知肚明，且灵州城能将此类生意盘活、化朽为奇的，唯有文先生一人。吴老板的料子是从骆掌柜处进得的，可疑金楼掌柜又怎会知晓布料的货源？先前卖我发簪的小商贩，一说货源就是骆掌柜，那这发簪和布料的共通之处，想来文先生也心知肚明。原是我一叶障目，自不迷阵了。想来小小姐此番来灵州城，并非是为游山玩水、开拓眼界而来吧？如何不算开拓眼界？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，文先生既不经营铺子，又无实际买卖，究竟靠什么牟利？衙人再精明，所赚也是有限。那日文先生在福禄金楼，想必也不是光顾生意的吧？若这骆掌柜的货源便是文先生，那这买卖可就有意思了。文先生先是匿名出货，赚苏家一笔，再借苏家的畅卖会生意赚一笔佣金，如此便是两头赚钱，将本得利。小小姐乃文某生平见过最冰雪聪慧的女子，只是小小姐这般的直言不讳，就不怕文某会对你不利？文先生身份成谜，深藏不露，我一弱女子，如何是您的对手？可若文先生的对手是定北王呢？你们什么人？站住！你们是谁？凭什么扣我？我可是宣威将军府3少。吾等乃圣上亲卫，奉旨办差，见此金令，便如见天颜。
后堂的唱卖品皆是物证，需一样不落的带走。你二人速去后堂清点物件，记录造册，不得有遗漏。是。本将得处置使之令，将此处辟为其临时办公审讯之地。今日凡在场者，无令不得擅离。若有不遵者，皆以敌国奸细论处，株连九族，格杀勿论。明坛，明坛，四妹妹，是我是你三姐姐明楚。闭嘴！明坛，四妹妹，海爷不在了，我可是你在世上唯一的至亲，你无论如何都不能不管我。明坛，再不闭嘴，以抗旨论处。明坛，明坛，你是定北王妃？你我相识不过数日，可每一日，你似乎都在给我不一样的惊喜。只是今日之喜，着实是让人始料未及。定北王府在上京有多处私产，我素日里打理各家铺子，也算是懂得些生意上的门道。我自称半个商人，也不算欺瞒吧。是文某愚钝了。文先生究竟是何身份？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秘密？王妃这是要审问文某？审问一事，自是有处置使和禁军负责。也不知文先生这文弱之躯，经不经得住他们的手段？处置使亲临办案，文某定当配合，知无不言。只不过这唱卖会乃素家所办，这唱卖品也皆乃素家所购。我一个衙人，从未牵扯其中。处置使再如何，也不会对我一个看客严刑逼供、屈打成招吧？去堂内待着，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妄言。无论小小姐是何身份，能与你相识，乃文某之幸。爷知唱卖会后，王妃的身份定然瞒不住，故派了暗卫在暗中相护。只是，今日城中还会有事发生，爷让王妃尽量不要单独行动。有禁军在，素家不会向王妃出手，爷那边他自会顾及。也让王妃不必担心。夫君怎么越来越唠叨了？王爷，此案是涉朝廷命官，案情重大，本官也不得不公事公办，还请王爷随本官走一趟。此处乃凶案现场，刺史大人不安排人手勘验，不及时收集证据，反而急着要走，如此查案，岂非草率？这就不劳王爷您费心了。待王爷走后，本官自会派人行事，查明真。可本王信不过你。既然事涉本王清白，那本王就留在此处，请刺史大人即刻断案。要问要查，本王悉听尊便。定北王，你休要拖延时间，寻机潜逃啊！本王若想走，尔等谁人能拦？来人，将定北王带走！
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拿人呢！圣上钦定处置使中书侍郎谭大人到。封锁客栈，逐一细查，任何人不得擅离。是。相爷，下官已查得，圣上派中书侍郎谭伦为处置使，于定北王离京数日后，秘密前往了灵州。处置使去了又如何？纵然尔荣之谋百密一疏，定北王也难活着离开灵州。相爷运筹帷幄，想必定已留了后手。灵州刺史张道远见过处置使谭大人。本官奉旨巡查灵州，消除积弊，督办一案。此案重大，现由本官亲自审理。大人日夜兼程，赶至此地，想必已是劳累不堪。不如大人先歇息上一日，待明日再开堂过审。至于定北王，下官定会严加看管，绝不让他有任何的潜逃之机。本官行事自有章程，无需旁人智慧。大人，其实此案案情明了，证据确凿，不如还是交由下官审理，也好免去大人一番无谓辛劳。张大人可知何为处置使？查善恶，举大纲，奉皇命巡省天下诸州，掌百官升迁贬黜之职，是为处置使。张大人理当清楚，此案非同小可，若有差池，你这灵州刺史之位，怕是也将不保啊！一切但凭大人做主，有大人亲自审理，此案定能水落石出啊！本官要现场断案。禀王妃，经查，昌麦品中确实夹藏走私之物，但那些商户皆称不知其中内情，只当他们是如常珍宝在唱卖。这唱卖会并非头一回，想必他们早就预演过说辞，有备无患。据我所查，骆掌柜经营私物已有10日，此案他定难逃罪责。至于他背后是否另有其主，还需深查。今日凡入唱卖会者，须得一一羁押审问，严查其府邸私宅、亲眷族人以及日常往来之中，不可放过任何涉私相关线索。走私之物正在清点，所有堂内之人均于后堂羁押审问。其中有一人唤作文宗，还望校尉大人亲自审问。先前我怀疑文宗与骆掌柜过从甚密，另有隐情，但文宗此人深藏不露，行事谨慎，仿佛与谁都交好，又似毫无牵连，故望校尉大人彻查，不可枉纵，亦不可轻忽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且慢，劳烦校尉大人遣人去宣威将军府，请冯小将军速速前来。是。驾！末将冯旭林见过定北王妃。将他带出来。都是在下未管束好明楚，以致他到处招摇，惹是生非。三姐姐什么性子，我自是清楚不过。当初阿爷和王爷便是知晓冯家满门忠烈，又家风严谨，才会放心让她外嫁。三姐姐从小恣意随性，桀骜惯了，受不得管束。此事如何，也怨不得冯家。
更怪不得冯小将军。三郎，三郎，谁家有你这么做姐妹的？明楚，方才我身陷囹圄，他不仅视我为陌路，还袖手旁观，任由我受人欺凌。我在上京时，他便处处与我针锋相对。如今我已偏居灵州，他还要来踩我一脚。你就是要我当众出丑，在灵州也颜面扫地。够了，三郎，分明是他欺辱我在先。若你听我的话，好好在家闭门思过，今日又怎会招惹上这些是非？冯小将军可知，三姐姐今日在仙泉馆所购宝物皆含走私之物。没有，三姐姐，阿耶被降罪，明家被抄没，皆因这走私贩私之罪。你身为明家女儿，理应对此事深恶痛绝，怎还能与他人同流合污？我并不知其中内情，我只当是寻常珍宝而已。走私贩私之罪，是大是小，冯小将军应当清楚。此案处置时定会力查到底，绝不轻纵任何一人。这两位是我与校尉商议过后派往搜检冯家的禁军。冯家数代忠烈，绝不牵扯走私。王妃，若明楚真瞒着家中，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，父亲与我绝不轻饶。你既知此事干系重大，当清楚我若被牵连，必受其累。可你非但不助我脱身，还要将此事接给冯家，派禁军搜捕。明探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啊？住口！明楚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知错？走私贩私，乃重罪。今日长麦会旨定以悉数被捕，等着抄家搜检，入狱候审。王妃是为着冯家颜面，更是为着你这个姐姐能少受些罪，少被诟病，才将你单独摘出，只派2名禁军搜捕。王妃，今日多谢了，还不跟我回去？大人，大小姐，人跑了。谭大人，人证已醒，定北王是否因私愤杀人，您一问便知。人证，上前回话。小女子青羽见过大人。青羽，今日宴席，可是定北王授意你从中牵线，设宴款待？回大人，是。那定北王可有胁迫殷大人指认宿家之罪？回大人，有。如何胁迫？详细道来。定北王将殷大人所犯之事一一罗列，并在席上让他指认宿家。王爷放话说，若识时务，他能保殷大人平步青云；反之，凶祸难料。那你可有亲眼见定北王行凶杀人？你又为何衣衫不整，晕倒在房中？可是有人凌辱于你？大显战神又如何？敢跟宿家作对，下场都一样。大人误会了，
青羽从未说过，殷大人乃定北王所杀。青羽也不曾遭人凌辱。本官面前不得故弄玄虚，如实交代。禀大人，今日确是定北王设宴款待殷大人等3位市伯属官员。王爷在席期间，虽以言语相逼，但也只是想拉他们一把，不想他们在苏家泥沼中越陷越深。今日之事，实则都是苏家当家苏尔柔一手策划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满口胡言！一个勾栏女子，见风使舵，寡廉鲜耻，岂能轻信？禀大人，小女子不敢胡言。定北王与殷大人饮的酒中被提前下了迷药，苏大小姐让我引殷大人前来，待其昏迷之后将其杀害，以构陷定北王。来，今日还要多谢青羽姑娘为本官指明前路啊！青羽所言句句属实，定北王确实无辜受累。青羽，你为何要替苏家行事？禀大人，青羽乃徽楼贱籍女子，一生皆是身不由己。若不听命于人，布下此局，轻则被人发卖出去，重则性命不保。谭大人，定是这贱人得了定北王的好处，与他串通一气，诬陷苏家，才这般胡乱攀咬。本官并未问你。青羽，你指认苏尔荣，可有证据？证据自然是有，把人带上来。秋月见过出致使大人。秋月深陷王爷救命之恩，若非王爷今日援手，秋月已然命丧于此。秋月姑娘，我不是。人证是何身份？与本案有何关系？从头到来，文书记录。草民秋月，原为木春馆乐师，已故的市伯属同知周保平，生前常去木春馆点人唱曲，因在乐律上有同好，我见与周大人熟识，互为知也。半年前一日，周大人将一份名录交予我，要我尽快离开灵州城。他说他查到了苏家行贿官员的名录，而苏家有所察觉，他已在劫难逃。因着周大人的嘱托，我携名录欲连夜离城。然苏家早有准备，严查出城之人，我无奈折返，却惊闻周大人因侠妓纵乐，暴毙于木春馆内。他是不愿与苏家同流合污，才遭人灭口，还被人毁了一世清名。还望大人一定要为周大人
申冤，还他清白。你指认周保平遭苏家灭口，可有证据？此事我并无实证，但周大人给我的名录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苏家为寻名录，不惜冤杀无辜。周大人素日里点的多的几位姑娘都因此丢了性命。说下去。因出不了城，我只得化名，在180馆内找了份丫鬟的活计。为免被觉出可疑，这半年我一直未曾妄动，直到来查赋税的张世子出现，我好不容易寻了机会与张世子见面。民女秋月，求张世子为周大人做主，替他证明，还他公道。哎，秋月姑娘，我知你是为周同之而来，他的案子我在京城也有所耳闻。只是为何你会找上我呢？我知张世子此次来灵州是为了彻查苏家抽检赋税一案，这与周大人生前之事不谋而同。周大人就是因查到了苏家罪证才被灭口，冤屈难伸。他所查罪证，为何？苏家行贿官员的名录，此名录就在我手上。我在灵州苦守至今，就是想等朝廷再派人前来，我便能为他洗刷冤屈，替他完成顿纲赈济的未竟之职。秋月，我是为抽解赋税一事而来，如今能清算完所有的账目，便已是不辱使命。肃清内务，顿纲赈济，此等大任，我实在是担当不起啊。有我这名录在手，朝廷何愁动不了苏家？是啊，你也知道，唯有朝廷才能动得苏家。我无官无职，只不过空挂了一个圣上钦定的查税使名衔。即便我知晓周同之之死背后另有隐情，我也无权过问，更无权替他翻案。是苏家之人，我护你先走。小心！你护他先走，他手上消息尤为重要，千万不能再落回苏家手中。是。先保住性命，才能有来世。撤！是我连累了张世子。经此，苏家以为名录落入张世子之手，故对秋月放松了追杀，反对张世子下了必杀令，一直暗中追查其踪迹。那名录何在？处置使代圣上行事，握贬黜大权，掌生杀之能。苏家再如何一手遮天，也越不过圣上。你且安心交出证据，只要属实，处置使定不会姑息养奸，周保平也定能伸冤平反。周大人遭遇不测后，我深知苏家想要灭口，
更要毁却名录。唯有如此，即便有朝一日我不幸惨遭苏家毒手，也有望能保证名录不被发现。这般，我才觉着自己并未辜负周大人生前所托。苏尔荣，你可知罪？区几个人名，他说是行贿名录就是了，岂能轻信？写人名有何难？我随意写几个人名，难道也可视作行贿贪墨罪论处？简直荒谬！不止名录，还有人证，他可证明此名录非虚。一个死透了的人，还能证明什么？殷大人，殷大人。这是发生何事了？殷大人，今日之事，实则是苏尔荣所设圈套，欲以殷大人之死嫁祸于王爷。是王爷救了你。好你个苏尔荣！平日我等对苏家唯命是从，任凭差遣，结果还要被你杀人灭口。大人先前说过，暗将证据藏于世伯署。今日何不趁出之使在场，将之公之于众？我有证据。大人，下官这就去将证据取来。不必麻烦了。大人请过目。世伯署王望见过处之使大人。下官奉殷大人之命，正欲前往世伯署将证据取来呈与王爷，没想到苏家居然卸磨杀驴，欲杀我等灭口。幸有舒边修与这位女少侠出手相救。用尽一气，当真是人命如草芥。看来我留这一手，实是明智之举。处之使大人，这几份卷宗是世伯署近10年的海贸公平记档，其中走苏家后门的帛商均有标注，还有世伯署收受贿赂的数目也一并记录在内。这几份卷宗是世伯署抽结赋税近5年的暗账，同先前定北王收缴的数目也能对上个大概，还有苏家贪墨军饷和赈灾钱粮的账目亦有记录。谭大人，世伯署的账目只需与周保平留下的名录核验比对，不止苏家，所有的涉案官员均可定罪法办。苏家罪孽深重，罄竹难书，还请谭大人秉公执法，除恶务本。仔细搜，不得遗漏任何一处。报，大人有发现。大人，这是从里间暗阁内搜出，
经查验，箱内珠宝都是走私而来。哎呦，关爷明察，小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小的都不知道楼内还有暗格呀！拿下！官爷，小的冤枉！官爷，小的冤枉呀！官爷！王妃，这些走私之物，足以坐实骆掌柜的涉私之罪。至于小二，校尉大人可依据他的供词，验证骆掌柜所言是否属实。如若查明小二与本案无关，还需将他尽快释放。是，王妃明断。下官这就让人将证据报于王爷。骆掌柜乃是本案的关键人证，还请校尉大人对其严加看管，防止他自枪或是遭人灭口。王妃放心。对了，文宗可与此案有染？据骆掌柜交代，文宗平日至福禄金楼不过是正常买卖，凭证齐全，并无可疑。且城中诸多商人亦称此人是正常经商，虽有几分投机倒把之嫌，但都在情理之中。那便是我错想了他。禀大人，禁军已协助定北王妃起获走私赃物，经查皆与素家相关。来人，将苏尔荣拿下，另派一队人马封锁世伯署。贱人，你为何要背叛素家？青羽也不想背叛素家，只是青羽身份低微，任何人都能做青羽的主。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。既然王爷慈悲，肯许青羽一重生之机，那我自要珍惜。此案人证物证俱全，本官定会一查到底，绝不冤枉轻纵。灵州刺史张道远亦在明录之列，带回刺史府禁足，静候审查。将苏尔荣押下去，封锁素府，逐一排查。你已无路可退，素家亦是。我是输了，但未必是末路。想不到查案还挺有意思的，抽丝剥茧间，心中竟满是彻天探地的成就感。如何？今日我可有几分夫君雷厉风行的英姿？王妃多虑了，没有。若是爷定会当着骆掌柜的面给小二上刑，令他觉得兵在其境，不得不招。咱也审讯一向讲究快准狠，绝不会在无谓的人或事上浪费半分功夫。我俩认识的是同一个江启之吗？咱爷在我们面前和在王妃跟前，那肯定是天差地别，判若两人嘛。夫君的手段和智谋，我自是不及。我从未有过查案的经验，也不知道这样查是对还是错。从唱卖会搜寻线索，到扣人查证，再到搜店拿赃，王妃可说是料事如神呢，每一步都走得利落英明。虽不及王爷，却也胜过无数了。
或许只是运气使然。像我这般小打小闹，至多查出些皮毛；想要揪出幕后主谋，彻查真相，仍是不易。查案当中的弯弯绕绕，属下实在不懂。但既然爷信王妃，那属下也信，王妃定能破获此案。夫君当真信我？啊，爷说了，王妃虽是弱女子，但果敢机敏，丝毫不输男儿，应变巧对更是拿手。他信您定能以自己的方式查清此案。那他还说什么了？爷还说，今后只要涉及走私案，属下们都需听王妃的，但只一样，万事必得以王妃为先，不能让王妃有任何麻烦和危险。夫君总是处处想着阿谭，也不知他那边线下情况如何。这属下不清楚，但爷说此计凶险，想来定然棘手。那，放心，爷做事向来谨慎，王妃不必太过担心。王妃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客栈，等爷的好消息。这么多官兵。发生何事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赶紧回家去吧！正义客栈那儿打起来了，我看是凶多吉少了，快走啊！王爷今日可是在圣仪客栈？若客栈被包围，外头必然凶险，王妃不宜前去。赶紧去将此事告知校尉大人，让他立即派禁军前往。是。以爷智能，定能安然脱险。王妃不必太过担心。但苏家定是有备而来，且客栈内有苏家之人接应，王爷真是腹背受敌，凶险难料。我得亲眼看见他无事，才能安心。请王妃上车，属下送您过去。驾！夫君是你吗？计划有变，云逸，你有伤在身，不便行动，去看住苏尔荣还有秋月，他不能有事。是。其余暗卫禁军，随本王出战。王爷，此举甚是危险，待禁军赶到，便可打破僵局，扭转形势。王妃身处险境，本王必先护她无虞。夫君。
有些信息才是。不是说我有高手相助吗？怎迟迟未到？苏家恶行累累，罪不可赦。尔等奉命行事，现下若有降者，死罪可免。不必追，他的来历，你我都清楚。将降者带下细审。若只依仗自家户，苏尔荣应不敢轻易谋逆，除非其背后还另有隐情。主子，争斗已息，苏尔荣之众已无路可走，束手就擒，是否出手相救？不必。苏家谋逆犯上，已然穷途末路，这便是最好的结果。苏尔荣自以为投靠我南律便可高枕无忧，可只要他存在一日，这灵州的经济大权便永远不会易主。只有苏家倒了，我南律才能取而代之。主子英明。经查，冯绍夫人确对走私布置内情。她在唱卖会中拍下的珍品，其中涉私之物皆未转售，只高价倒卖了那些来历清白的珍品本身。但冯绍夫人却不该染指这些。案件情由如何裁定，还需我等带回涉私证物，禀明处置时后方可定夺。有劳二位。你可知错？儿媳不知何错之有。方才禁军也说了，儿媳毫不知情，全然是清白的。禁军只是说你确不知内情，并未说你已清白无罪。为何要去唱卖会？为何要做倒卖珍品的买卖？我这么做是为了补贴家用，为了冯家。别人买得，我如何就买不得？冯家何时需要你来补贴家用？自你过门，我可曾亏待过你半分？三郎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就因着明坛的几句话，你便要对我这般疾言厉色？明坛若是真想护下冯家，护下我，以他王妃之势将我摘出易如反掌，何至于唤你前去，还要派禁军搜捕？他就是要冯家颜面尽失，要冯家厌弃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将自身之过归咎于他人。我已同你说得很明白，
王妃已经竭尽所能地相护你与冯家，他若私下将你单独摘除，便是徇私枉法。你对王妃非但不感激，竟还要反咬一口。你这说到底，就是他为了自保，舍弃了我这个姐姐。你，定北王下狱才几日，你便不顾谕令，不顾我与三郎多番叮嘱，出门招摇，牵扯是非，你真是不知悔改呀！反正儿媳不觉有错。明主，那就依照家规，禁足幽闭，关到你知错为止。若非你，我不会远嫁灵州，更不会与阿娘分离。若非你，我也不会受傅家责难，沦落至此。这一切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住了这么久，可是不舍。我是在向佛祖祈求，千万别再让我踏足这种鬼地方。以后这种刀口舔血的重任，千万别考虑本世子。二位另请高明吧。看来咱们张世子是越发鹤怨元精，往后更是要一心致力于商道了。商场虽尔虞我诈，但至少不需要我出生入死啊。不过你真的不再多待几日，同我和阿旭一道回京。唉，此番我也算是立了功，自然是与谭大人一道回京，好向陛下请赏。再说，我一个将康复之人，有禁军护送才更安全。与你们一路，难免又遭不测。他这是男大不中留，还是赶紧回去为好，免得届时赖我们误了他的终生。不中留又如何？你俩的牵挂都在身边，根本不知相思之苦。我自要去寻我的牵挂。行了，来，二位，我们以茶代酒，我先行一步回京打点好吃喝，等你们二位回来，我们一同庆功。来。姑娘可是要离开此地？王爷已替我脱了剑籍，既得自由身，便要去见识一番与灵州不一样的风物人情，感受一回和灰楼里不一样的日子。都说妾如丝罗，愿托乔木，可谁说女子不能自成乔木？姑娘日后便是为己而活，不必再委曲求全。王妃说的是。说起来，还要感谢姑娘相助王爷。若非姑娘一言定乾坤，扭转局势，王爷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平息事端。青羽惭愧，若非王爷金石良言，使青羽迷途知返，青羽现下怕是要愧悔终身了。
青羽见过王爷，不知王爷差人寻青羽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你是素尔荣的人。从本王入城第一日起，他便安排你来伺候本王。他可是想借你之手，对付本王？没有，青羽不敢。你剑籍出身，再如何为苏家卖命，也是一生受制，任人摆布。是花魁，或是花楼之主，于你而言，并无区别。说到底，你只是苏家的一枚棋子。他们想用你，自是希望你必聪色明。我听闻苏尔荣有意将你送去灵州刺史府做第7房小妾，你可甘愿？我不愿，只是我一贱籍女子，根本做不得主，去哪儿做什么，都是他们的傀儡。若有用便哄着，若无用便被丢弃。按我朝律法，凡替朝廷立功者，若得主事官员谏言，可脱去剑籍，成为平头良民。本王可许你此言，许你余生自由。以王爷的才干，即便没有青羽，也定能反击苏家。所以此次，并非是青羽相助王爷，而是王爷救了青羽。王爷乃正人君子，称天柱地，安危所系。王妃能得王爷这般爱重，实是王妃之幸。我之幸，亦是他之福。感情一事，从来不只是门第相貌、权势地位。王爷视我为唯一，我对王爷的情谊，亦是世间独一份。无论他是何身份，贵胄或白衣，我都会与他相濡以沫，携手白头。王妃心智，青羽自叹弗如。原是我井底之蛙，眼界狭隘了。青羽今日便以茶代酒，谢过王妃肺腑之言。姑娘切莫妄自菲薄。就如我方才所言，女子亦可如乔木般独立于世，不论是否觅得良人，皆可寻到自己的一方天地。但我还是愿你一切顺遂，早日遇到那位值得相伴终生之人。多谢王妃。疏雨出际，红泥映栏。果然，风雨之后会有更美的风景。
为夫的眼光如何？不如何。小姐要看一下风铃吗？夫人今日兴致不佳？没有啊。素日里夫人逛街，可不似这般啊。素日里阿谭逛街时，夫君从未相伴，怎知阿谭是哪般模样？况且夫君来灵州这几日，应是青羽姑娘相伴最久。你这脑瓜里能否少装一些酸醋啊？我和青羽不过是联手谋事，各取所需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夫君并无他意，架不住人家姑娘对你暗生情愫啊。他人心思，为夫如何能左右啊？为夫就差将生人勿近写在脸上了。那就是因为生人勿近不够，才会让人觉得尚有希望，起了不该起的心思。那为夫面上不光写生人勿近，还加上无家有妻，如何？不如何，差远了。那就再加上此生钟爱，矢志不渝，如何？夫君脸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反正呢，阿谭也不知你在外如何，到底会写什么字。老板，这面人怎么卖？啊，捏好的5文钱一个，随您挑选。若要现捏，8文钱一个。现捏是如何捏？只要您说个样，我这就能给您现捏一个。那能否照着我夫人的模样捏一个？自是能的。夫人仙人之姿，公子好福气啊！哎，公子，您自个儿可要捏一个，2个便宜些，只收您15文。好啊，不必。那便照我们2人各捏一个。好嘞，佳偶天成，好事成双。公子，还请您站好，我先照着您捏。哎，好。夫君何时对捏面人感兴趣了？面上写字还不够，为夫只能用上面人了。捏面人，面人怎么用？以后无论为夫去何处见何人，都要带着夫人模样的面人，看以后谁还敢对你夫君动歪心思。能得夫人展颜，此面人也得值。那为何还要再捏一个夫君模样的？夫人以后出门也要带着为夫的面人，驱各方桃花，断他人妄念。我才不带呢。王妃，可都准备好了？我办事，王妃放心。抬上来。陛下，臣此番南巡，查得灵州素家走私、贩私、贪墨、索贿，其数目之巨，在我大显绝无仅有。此乃素家贪墨及贩私之账，臣会交由大理寺逐一核查，确认无误。另，臣还查得素家卖官鬻爵、行贿劫等。这一份名录，便是素家与朝廷官员勾结之铁证。
念。是。青州刺史赵昭德，大理寺少卿韩毅，御史台长军府杨敬奇，中书舍人韩尚，太学府管允司，朝议郎向陶，国子监丞林守仁，宣德郎方凯言，太常丞卓然，骑都尉谢威，内常侍陶喜彦，国子司叶六云，壮武将军吴文道。臣一时糊涂，臣有罪。苏家恶贯满盈，罄竹难书，如此铁证，为何还不能将其定罪？陛下，灵州海贸多年来都是苏尔荣夫妇一手掌控，与苏相并无半点牵扯。这些年，苏家的生意所得，也从未入苏相府分毫啊。苏尔荣乃苏文纯之女，单凭这一点，她就难逃干系。禀陛下，据臣所知，苏家之案确有难处。我朝凡官人身及其同居大功以上者，自职工商、家专企业，皆不得入仕。当年苏相入围后未能入仕，遂自主从灵州苏家分出了户籍。而苏尔荣成婚后，苏相亦以相同之由，又将他的户籍迁了出去，并于户部留下了记档。此中症结，还望陛下明鉴。